尤其这种面对面的说书，你看我们小时候看老先生说书，基本就这样，40-50人，80-90人啊。我印象很深，我们小时候听书，我们天津有一老前辈，这老前辈说书说的挺好，他有一个外号叫保了横。什么叫保了横呢？现场这观众啊，要是不超过10个人去，你就看他那个客气啊，谁都是他亲爹一样。哎呀，啊，这个只要一多了人，那算完了啊！观众超过10个人了，他今天挣钱了，这嘴咧着跟8万似的啊，就不好好搭理人了啊！观众您辛苦了，他也不理人家，外号叫保了横。我印象特别的深，有这老先生也都去世了。有时候可能也是我快上岁数了，我老爱怀念当年这些事儿，这些人挺好。那会儿就听书去，为什么要听书呢？我们小时候学说书的时候啊，就顶属说书这行难啊。我们得先伺候着先生，先生说书，我们在那跟着续个水啊，或者就坐边那么听着。说书没有人教你一句一句那么教，你去听，你像观众一样去听，3月下来把这书听一遍，完事就直接问你会了吗？说不会，不会别干这个了。你多余干这个，就愣告诉你，你多余干这个，就是他说你听，听完就得会。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行从业人少的原因。对呀，对呀，说书过去太挣钱了，说书多挣钱呢。你慢说说书，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那会儿我跟说相声的老头聊天，老前辈，因为他岁数也不是特别大，没有想象中那种老前辈，但是他赶上了就所谓的在地上演出，马路上说相声撂地他赶上过，可他是小孩。我说你那会儿挣钱吗？他说我没有资格开整份，他是孩子，他学徒，他没有像正规演员一样今天我挣多少钱，没有这个。那么他挣的钱呢，就是今儿啊大伙儿都分完了，还甩点零头给你吧，或者这有几张破的票短个角给你吧，他就挣这个钱。我说你挣这个钱是一个什么概念？他跟你这么说，这旁边那儿拉洋车的蹬3轮车的那大个那壮汉，他一天挣的钱啊，家里边7、8口，他这一天的钱全家7、8口人足吃足喝。我说你拿这零钱呢？他说我拿这一天的零钱就盯那拉洋车的干1个月的。这还是说相声的学徒，要到说书的先生那还了得呀，对不对呀？那会儿真挣钱呢。所以说这行他这么暴利就不能人人都能干，这叫天道。人人都挣这份钱，那没有王法了。就是你听，今天听完了就回家之后把今天的倒磨一遍。先生跟书场他说3钟头，我得来一遍，也不可能都记住，对吧？大概能记住，哎，差多少哪儿不全，这个回来去问去。先生一瞧，这小子有心，是这个材料，他在教你呢。你短的那点地儿应该是什么是什么。有些个里边的盔甲字儿啊，有些个诗什么的，这个他告诉你，那个听是听不会的啊，告诉你该背你得背去。这样的话3月算一套书听完了，哎，老师换地儿了，换一茶馆，你跟过去接着再听。这个是说书的过程啊，没有说给你本书照着背去吧，那个疯了，你也学不会，观众也不爱听。所以当年学书是这么一个过程，到今天也是如此，全是卖个人的能耐，看你的发挥，看你的水平啊。当然那年头也没有说在书场里还拿个什么，那会儿 MP3 了，拿个什么手机搁着就录，也没有啊。当然有的话，老先生人也不让录啊。我们那会儿录大鼓，来燕国荣先生这让录，录吧没事啊，爱听可以。你要不人家那个好多说相声还说郭德纲就偷着录他们东西呢啊。他怎么串到这儿来了？这话赶话赶到这儿了啊！其实好多事儿，你看这么些年来哈，你自媒体也说
说相声的也说郭德纲什么偷录人家天津相声艺术家的现场录音才有了今天哈。我真是我也没搭过茬这个事儿，我也没反驳过，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就如同说我是英国女王似的，这个没法解释，因为实在是不挨着。这个东西怎么讲呢？顶层的技能是不怕模仿的。你看杰克逊，全世界都模仿人家，也没看人家短块肉，也没瞧你们谁指着模仿杰克逊，你就发了家致了富了，买了房子买了地儿，你也没有啊。老在一个安全区域待着，其实是最不安全的一种行为。我这句话你们要记下来。你想这个道理吧啊！当然水有源树有根，人不能平白无故的污蔑你、造谣你、陷害你啊，它是有原因的。叫这个是99年，应该是北京有个中和戏院，之前我们在那儿说书说相声，后来人家说能不能请点天津的老前辈来，这事儿我是承办人啊。我跟我们有一相声前辈范振钰先生，高峰他师傅，我们爷俩上天津去。这说来话就长，你们爱听这个吗？爱听。串闲话，这都是。这个说完了，自媒体明天夸夸夸夸夸啊，发了财了。上天津去，请了一些个天津的老艺人，这其中有一位唱山东快书的老前辈叫金文生，他就是我评书门的师傅。那会儿我是刚认识他，他来我还纳闷，相声大会相声专场来唱快书的，我说可能他们也是没人了。我把他们接来跟中和戏院聊好了，每周演一场，一个人给100块钱，车钱啊路费啊算中和戏院的。哎，一个演员给100块钱，都挺高兴啊，都挺高兴的啊，就来吧。当时演员们答应剧场就是不翻头。什么叫不翻头呢？就是我演一报菜名了，然后我们就不再演报菜名了，就是我们节目储备量很多，有的是，不会再演报菜名了。中和戏院那就演呗，反正1周1场，就这么演下去呗。哎，每天我是头一个，我开场，完事我在主持节目啊，天天这么演。我还行，我那会儿也年轻也冲啊，观众也挺捧。演完之后，第2场、第3场，几乎就台下很安静啊，拟2场，我们叫这2场都拟了，然后再上场山东快书。金文生先生，好家伙，我大开眼界，我从来没想到一个山东快书能把现场豁楞成那个样，那个包袱啊，咔咔的山崩地裂，观众乐得都不行了。所以每场演出下来之后，金先生就说：“你看见了吗？啊，咱爷俩开2回场，我开1回场，他开1回场，你看2场3场泥呀，泥的都不行了，体现北京观众高素质，就这么看着你。”演了8个礼拜，演了8周。第8个礼拜之后，艺术家们提出来了，需要翻头了，说我们就会这些个。他一翻头，中和戏院翻脸了。你们怎么说的？不是不翻头吗？啊，这不像话，也掉座了，开始啊。哎，所以后边就不演了。在现场有2位热心观众，我印象很深，姓李，哥俩，哥哥带着妹妹，每场都来看来。人家家那会儿有钱，人家趁一小型的录像机，人家现场录了很多节目，录完回去之后，那会儿还录像带了，他也洗掉了一些个没有人笑的节目。他把那个好的，他最后留了这么几盘啊，人家送了我一份您留个纪念吧。这个事儿传到后台，我们天津老艺术家勃然大怒。当然他不是给我一个人，当时参演的还有好多人家也送过啊，有的演员说有我那给我，人家也给。那后来他们说这是郭德纲啊偷录他们的节目啊，
这些资料我现在手里还都有，实际上大伙愿意看，我也可以拿出来，你们都瞧，你们就知道当时现场都什么样了啊。后来他们说，有人说我上天津啊，上小剧场录他们相声，这就是玩笑啊。你比如说天津有名流茶馆啊，我去过2回，一回是路过那儿看于宝林先生，于宝林先生拉着我的手，你把他们都弄北京去了，你把我也弄去来一场啊。我说我安排事业，但是没等安排，于先生去世了，这是个遗憾。还有一回我媳妇儿跟着演出，我找她去，就去过这么2回。3回，还有一回，还有一回赶上这个有相声演出，我打那路过，他们叫我进来演一个玩吧，哎，跟演了一个，就这么大概就这么3回。后来他们说我拿小录音机天天化妆坐那儿录去。我真是觉得就是笑话，我没往心里去。但是后来我因为一件事情，我觉得可能我才想到，可能这个事情对我有点伤害。你看我上东北演出去，黑龙江有一说相声的，我原来印象对他特别好，因为我认为他是干这个，就在我们这行里边，我认为你是干这个的，咱们是自己人，台上你好，这是一个最大的奖励啊，认可呀。我一认为他是干这个。到了黑龙江一块吃饭，酒席宴前，他跟那喝点酒，他说这么句话：你看你这么大能耐，这都是当初偷人家天津说相声的。我就跟吃了蛆似的啊！出来之后告诉我经纪人王海，今生今世不要再跟这个人联系，就是我高看他了，我认为你是干这个的，他今天借了点酒，他把这话说出来，说明他信了，否则的话他不会说这个话，这就没法聊天了。这就好比是珠宝商进了棒子面市场，咱聊不到一块儿去。我说的是珍珠翡翠、猫眼钻石，你是饽饽饼子发糕。我看你吃的干巴，我给你端杯水，你又做了嘎嘎汤了。咱别探讨艺术了，咱先吃饭吧。啊，这就是关于艺术的见解不同啊。当然不能老跟你们说这个，你们回来出去一传就显得怎么地似的啊。哎呀，咱得说三国呀。我这点宝贵的时间都耽误在串闲话上了，都耽误在你们这些个可爱的现场观众身上了。说的这个你们愿意听啊？愿意。我本来想说杰克逊的，我怎么就串到这儿来了？上文书咱们讲到督邮，督邮这大人也有人给编过名字哈，我们老前辈有，我听过，给起个名字叫什么叫什么，但他起完之后呢，他可能自个儿也不信，他说着说着他也不说，他也是这督邮怎样怎样。哎，我们就看明白了，说这也不重要，有没有名儿，他就是挨打来地啊，谁都知道鞭打督邮嘛。但是呢，咱们得把事儿得交代清楚了啊。刘备刘玄德带着关张二弟，带着县衙的人，迎接到安喜县的城郭以外，接这位督邮啊。督邮坐在马上，撇着大嘴，连句请起都没有，鼻子眼儿拿马鞭真欠打啊，真欠打。这就是什么呢？狂妄惯了，不拿人当回事。他觉得我到这儿来，每个县的县官瞧见我都瞧见亲爹似的，我一句话你这官就完了呀。所以说不拿人当回事啊，走吧。两旁边随从连上一个县派人送他来的兵丁簇拥着往前走，刘备他们呢就在后边跟着。刘备不能上前面去啊，你可记住了，来您跟我来上前面，你要上他头里去，你这算犯罪啊，得把人家让在前边。往县里边走，张飞这火就压不住，好几次恨不得窜过去，就想薅下来打他一顿啊，就长着一个欠打的脸。关羽这儿拦着，别给大哥找事儿
由打外城进来，来在了县衙，就把他让到了刑原。刑原就是官员来到一个不是自己属地的衙门，来到这个地方，此地人给他安排一个流动的暂时歇脚的办公场所，也包含住宿，这叫刑原。那行动的辕门是这个意思。来到刑原这儿，给他让进去，刘备在外头等着啊。督邮进了屋，就翻脸了。怎么呢？这个屋里边太寒酸了。虽然说家具啊、桌椅板凳啊也擦了擦，很干净，但跟他想的不一样。您想啊，他这一路下来，府里边多少个县，到处都去，谁不得巴结他呀？刘备这儿穷，人家有那个县有钱呢，那屋里边装的特别的好，对吧？新被有新褥子，古玩字画，屋里摆的很好，得符合他的身份。到这儿来一瞧，坏了，级别不对了，真翻脸了啊！坐在这儿运了半天的气，这才打发自个儿身边的人叫他进来。叫谁进来？叫刘备进来，连个称呼都没有。按说到这儿来，这个身份平起平坐，你实际上你那个状态，你没有比人家高多少，只不过你下来这个任务是监察而已啊！叫他进来，这儿出来了啊！您进内回话。是。刘备这儿撩着衣裳进来了啊，来到里边一躬到地，卑职安喜县县尉刘备刘玄德参见大人。他靠在这椅子这儿，罢了，这劲儿足啊！哎，罢了。刘备这儿是，谢大人。贵县来到这儿多久了呀？跟大人您回将4个月，才来4个月。哦，贵县是何出身呢？问问你的履历。是，卑职乃汉室后裔，中山靖王嫡传，因破黄巾有功，蒙恩典放我安喜县县狱。这找茬打架，我不跟你说了吗？我是谁，我如何的，对吧？您连坐那儿咱们聊会儿，吃了没有？连这都没有，当时就翻脸，诈称皇亲，该当何罪？诈称皇亲，你是假的，该当何罪？那么你怎么知道是假的呢？他也不知道，他是觉得你就当这么一小官，在我来是一句话，我就说你贪污，明儿你当不了了就完了，我管你皇亲绿亲的，是不是？这就是不讲理啊，欺负人惯了，诈称皇亲。一说这个，刘备就不爱听。这就你俩说相声坐在一块儿，这个家里边6辈都说相声的，然后人家告诉别骗人了，你们家15辈都是热心观众啊，那就叫侮辱性极强嘛，是不是啊？关键人家正经啊，大汉朝后裔啊，对吧？景帝玄孙，中山靖王之后，这是真的。你这一说，人家一根儿刨了，把人这一支儿全骂了，哪能这样去啊？但是又不敢搭茬，暗气暗憋。督邮看他这样，不光诈称皇亲，而且你还诈冒军功，打黄巾军这点功劳也是假的啊！
此番朝廷杀太官吏，就是要清除尔等。明着告诉你，我这回来淘汰某些个官吏，就是你这样的。刘备就愣，大人你住口，不让说话啊，你住口。这样吧，我给你1晚上时间，回去你拉一个单子啊，你在上面给我写清楚了，这4个月之内你在安喜县接受了多少贿赂，金银多少，器皿多少，文玩字画多少，拉一个单子来，明天把这个单子给了我看一看，咱们再做定夺。这就是明抢啊！你还得承认你是贪污，你还得给我拉一单子，然后我明天按着单子找你要东西。明抢明夺吗？啊，大人去吧，去。打这出来，那么大的英雄啊，就这火在心里边窝着。看，说理上哪儿说理去？你跟他有什么理可说？有打这儿出来，回衙门，坐着自个儿这屋里边啊，心口这堵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呀。自己叹了一声，大汉天下，你要这样看，这个江山保不住啊！朝廷的官员下来之后明抢明夺，他跟强盗有什么区别啊？正生气呢，这儿一开门进了一人，师爷王震，就是前文书咱们表过，人很善良的那个师爷进来了啊！因为知道刘备是刚从督邮那儿回来，赶紧追进来问大人，您刚才去见督邮大人了啊？见了。哦，怎么样？坐下。谢大人。怎么样？他让我拉一单子，问我这4个月来贪赃卖法有多少钱，有多少东西，明天找我要。师爷，您是大人您不用说，我太知道了，我在这儿安喜县，我伺候了多少位县太爷，我不是捧您，您是这份儿。清似水，明如镜，不亚于纱照万盏明灯，亮如薄昼一般。天下要都是您这样的父母官，那老百姓就享福了。我知道他这个就是讹诈于您，您没有啊，百姓们都说秋毫无犯嘛，对不对？秋毫无犯不秋毫无犯的倒不重要，这明天这怎么交差呢？你没看刚才他那个状态？我问了，他这一路上啊，可是发了财了，无论到哪儿去，谁都为了保住自己这官儿啊，都怕他说什么。所以说您，这按说我不该说啊，大人，您不行也得运动运动，运动运动，就您得花钱啊。刘备叹口气，我拿什么运动啊？包括你说他来住这行辕，你都知道，咱没有那么些富裕钱呢。再一个，我这样你也清楚，我哪有闲钱打点他？又何况你看他这状态，不是仨瓜俩枣就能了事儿的呀。人是憋着发财来，你不是来2根黄瓜他走了呀，对不对？这怎么弄？大人您别着急啊，咱们想想办法。刚说到这儿，有打外边又来人了，靳从，就是这儿贴身的工作人员啊。靳从来了就跟师爷说，师爷，督邮大人请您呢。你看了吗？刚才找刘备
叫他进来。到师爷这儿不一样了，请您呢。好，大人我先去。好，你先去，回来咱们再说。好，您别着急。这个师爷人特别的好，由打这儿出来，急急忙忙去见督邮。到这儿进屋一瞧，督邮坐在那儿正喝茶呢，撇着嘴啊，这嘴咧得跟8万似的啊，坐在这儿。师爷赶紧进来啊，一躬到地，下吏参见大人。乐了。你看他跟刘备没有啊？他这儿乐了。哎，把茶杯撂下，站起身来，还搀了一下。免礼，感情他会乐啊！你说这个玩意儿，他转变的很巧妙啊！坐。刘备来的时候都没让座，坐。这儿有椅子，哎呦，不敢！哎呀，什么敢不敢的啊？有座当坐，坐下好来叙话。是，谢大人，快坐。坐这儿了，坐这儿也不能大模大样的，这是有身份、有尺寸的地方啊！这样不行啊！其实呢，就是就和这椅子边儿啊，欠着身子，半拉屁股担在这椅子这儿啊。这往前看着老大人，就是人家一张嘴赶紧就得起来啊，这是做下属官吏的规矩。就这儿，不用起来。安喜县待了几年了呀？跟您回，哇，待了五年多了啊，将近6年了吧？这是安喜县的老红人了。不敢，在这儿伺候好几位太爷高升了。现在跟着刘大人在一起。是。哎呀，这个玄德公刘大人，其实我也没想到啊，这个让我真是发自肺腑的佩服。为人忠厚啊，善良正直。行，别说这没用的话了。这个你来呀，我叫你是有事儿。大人您吩咐。你会写字吗？大人，我师爷不会写字。好啊，晚上回去给我写字啊，写一写这4个月刘玄德在此地贪污了多少的金银，古玩字画都有什么，这一篇纸你给我写满了，明天交给我。我可爱看你们这起哄的状态了。你们都有地儿上班没有啊？没有。我一看就是啊，都是跟着督邮来的哈。对，挺好。这个《三国演义》一上来啊，就先安排一个暴力项目，就是鞭打督邮。督邮在这个故事里边，整个三国里边，就是一出场挨了顿打就回去了。你再往后翻啊，你从《三国演义》你一直翻到明英烈，你也不会再看见督邮啊。它的意义就在这儿，它就是干这个来地，也是用它告诉大家桃园弟兄每个人的性格，也通过这件事情导致这几个人不能在安喜县踏踏实实的上班啊，跟这儿好好的一天到晚的料理老百姓的什么生活什么的，不可能，注定是要做大事的，还是这么一个安排方法。所以作者写东西都是有它的意义，这也是刘备的命运。好多时候人都说呀，人呐别跟命争。当然了，我们也可以批判性的来说这句话啊，这个不要迷信，你要努力啊。
你们只要努力，都能坐这说书啊。天下的事儿很好玩，人生的故事就是这么编的啊。闲话少说，书归正传。后来吧，最难就干这个呀。你也会说话，你跑这听我说话来。你家也有三国，你非听我说三国啊？你们都大学毕业，我连初二文凭都没有，那么晚了还坐着听我说，还乐得跟什么似的啊？还不好意思让我看见乐，还都戴个口罩。这个年头能这么开心不容易啊！不是听谁说书都这样。地球上只有一个郭德纲，请大家支持郭德纲。一说一乐。哎，对，我是个男人，就是一个普通的民间艺人。我老说，我说我说书唱戏说相声，我没有什么多了不起，就手艺人，干的是服务行业啊，让主顾们高兴，我给你快乐，你给我饭吃，拿着您这份钱回去养家糊口就挺好，别的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追求。我算了算，我一天吃饭有10块钱就够啊。最爱吃豆腐熬一白菜啊，反正也得有肉，有肉吃不了几块，有没有吃不吃这是我的事，反正摆上我叨2筷子也算有荤有素了就行了。面条也行，馒头也能吃，冲个鸡蛋汤也行，挺好。就怕山珍海味，就怕人请我吃饭，好家伙，这屋雕梁画栋，跟坐在养心殿里似的啊！大高背椅子后边站一大美妞，端着个壶，喝一杯倒一杯，我都能报警。我跟你说，真的可害怕了。酒席宴前认识不认识的互相说点瞎话，你捧我，我骗你，没有意义，真的。当然人家也不是说人家吃饭那个不对啊，就是说我人比较格色啊，所以说台下的郭德纲实在是挺无味的，挺没意思啊。交朋友别交我这儿的，有2天您就烦了，得交于老师那样。那个人就是在3教9流的朋友，哎，家里还有动物园啊，那个连人带马带狗他都能玩，你知道吗？我不成啊，我就坐在屋里边喝点水，摆了摆那花啊，有天凉了养个虫子，看看书，有时愿意写字画画，写的也不灵，画的也不好。我那2天我一天都没学过，我也没临过帖，画画也没老师教我，我就觉得可能是那样就能画，我就画了。啊，那怎么办呢？我看什么淘宝、闲鱼上还净卖我的字儿。我一看他们还有人说这你不告他，这都是假的。我说当然知道是假的。说你告他，我告人家干嘛？我说哪个写的都比我好啊！这个我给我洋腕啊！一看郭德纲写的还不错，我说我这不知道他在哪儿我得谢谢他去啊，挺好。人生就是这点事儿，乐乐呵呵比什么都强，千万别跟自个儿较劲，你跟谁较劲都是跟自个儿较劲，真的，天下的矛盾都是因为这个。你包括你上网看看，为什么一网上谁跟谁又卷起来了，谁跟谁对着骂起来，天下的矛盾从哪儿来？逞能。你看看网上这个评论电影的，评论歌星的，综艺节目评论唱戏的，评论说书说相声的，他好他不好，你想他为什么会说这个话？我有时候坐在家里边闲着没事，我也是拿手机看看，我就爱看人评论，看完评论之后呢，我点开他主页，我看看他有没有他照片。你试试，您按我这法试啊，一个是你看看他那脸，一个是你看看他其他的发言，完事你再回过头来看他刚才骂的街说的闲话，你就一下，哎呦，他应该这样。为什么？他需要一个发泄，而且他张三李四俩人对着跟真事似的啊，为了京剧哪句唱，为了相声哪段，俩人打的跟什么似的。其实你往后看，把这纸都撕破了，后边就俩字逞能吗？
他无外乎就是我比你懂得多，对不对？你说你比如说郭德纲唱戏，唱一个《济公传》呀，唱一个《封神榜》，哗，人来帮人骂街。你点开他那个主页，你看他一定是喜欢什么《空城计》啊、定军山呐、贵妃醉酒啊、锁麟囊啊，因为你唱的戏已经超出他点评范围了，对不对？再有一个，有人也说你麒麟剧社你干嘛不唱那个戏？我确实跟陶阳他们说过，我说那个戏你别唱，《空城计》什么这你别唱啊，你上陶然亭看看去。陶然亭那大爷打25岁就在陶然亭唱这一段。这天下所有人只要能正常发音的，给你这个时间，每天到陶然亭站河边那儿唱这一段，唱20年，那你一定好的不能再好了。我说这个戏你别唱，你唱完之后还不够他说你的了，对吧？你就来一新鲜的，哎，大型京剧《天书奇谭》，他就傻了。要不他们恨我就在这儿呢，想骂他下不去嘴，这不就是个乐吗？对不对呀？又不是争房子争地，看个戏谁把谁家孩子扔井里边了，没意思。接演三国吧。其实说不说三国也不重要了。督邮坐在这儿，这是那师爷，你帮我一忙，找张纸写一下啊。刘备刘玄德贪污了多少钱，金子多少，银子多少啊？什么叫古玩字画了？哎，你都给我拉一单子。这个话一说出来，师爷就明白了，这不就是害人吗？要换一个别的师爷，可能就听话。为什么呢？我跟你有没有交情？这是上司让我这么写的，写完之后大不了把你弄走啊，下边再来老爷我还接着伺候，我犯不上。这个师爷真好，站起来了，一躬到地，大人，此言差矣。督邮啊，端着水正要喝呢，差点把茶杯淹了。此言差矣，你说的不对啊！把杯撂下了，喝茶。这我哪儿错了？玄德公到安喜县以来，现如今我们这个小地方夜不闭户，百姓们安居乐业，此皆玄德公之功也。打人家来了，我们这儿连小偷都没有了，开着门睡觉不丢东西，谁的能耐？刘玄德。哎，所以说大人您让我构陷玄德公，万难从命。这叫什么呀？各位，这叫骨气呀！不是每个人处在这个状态下都敢说这话。好多人你看他挺横，村长一来当时就跪下啊，可不就是吗？啊，这话说完之后，督邮这脸上这色儿可就变了。没想到啊，这连个品级都没有，他是个师爷啊！而且这个师爷这种身份呢，在这会儿啊，其实还属于是县衙里边的小吏，其实还算是公务员。虽然说他身份低，你要到了后期，你到了什么，到了明朝，到什么之后，师爷根本就是县太爷的私人物品。您记住了啊，衙门里边好像有一师爷站在老爷跟前，包括您看电视剧，县官这儿审案，这儿做一师爷写字，这师爷是县官开工资，是他带来的，不在编制里边啊，可以雇仨，可以雇5个，只要你给到钱。这些个人为什么带人来呢？帮着挣钱呢。你过去咱说有的时候老爷一上任一来7、8个人啊，之前县衙门里不管是班头了、衙役了、差人了全走，人家有自己的一整套人马，来了各个部门都得是我的人。为什么呢？他是拿这个做官当生意干。那会儿到后来到清朝，有的时候有捐班，捐班是买官啊，我要买一个什么什么县的县太爷或者哪个府的知府，
只要钱够了，运动足了，这就行了。我凑不齐这么些钱，咱们哥几个一块儿吧，大伙儿凑钱买这一个官，买完之后咱们分，我是县官，你是师爷，你负责刑房，你负责什么？你负责，咱们一块儿上任去。他能不贪吗？他做的是生意啊。到那儿之后，赶紧3下5除2，把这买卖安排一下，打老百姓身上弄钱。也许这儿回去就不干了，也许接着投资再买一大官。他过去是这么干的，封建社会啊，但像这样的师爷太少了，有骨气啊，好啊，竟然在我面前大声咆哮，目无国家王法，这都是混蛋的话呀！怎么就目无国家王法了？你哪句说的是王法呀？你不是跟他说咱一块儿啊，帮我诈骗，我要勒索，我要害人了啊，不跟你干坏事叫目无王法啊？这岂有此理！来人呐！他自己啊带着2、3十人，其实来的时候呢，还有2、3十人是上一个县护送他来的。他这儿一进了刑园了，那些人就走了，所以现在院里边是他自己的心腹。这么几十个人啊，一说来人，啪，门一开，进来4个兵啊，大人，把此逆贼捆在明柱之上，被花50。逆贼，这是个造反的贼，人家不怎么就造反了，绑在明柱之上。他这个屋一出去，外边有柱子，廊檐下有柱子，绑在那柱子上，被花50，打后背打50下啊！这打人的这个都这样啊，尤其老爷一吩咐了，狗仗人势啊！你看他必须这样吗？烘托气氛呢，这跟大老爷升堂一样啊！老爷这一坐，两旁边衙役，打人犯呐！人犯一上来就害怕了啊！这是老爷的官威，所以这儿也一样啊！这都得这样，你别的不像话啊！押出去打，是的。不像话啊！不像话，把人往外一拖，那这会儿就不拿人当人了啊！平时还行，您留神，看台阶啊，慢点，这儿走就滑。你到这会儿拿人当牲口了，愣往外就来，拽着院里去，先把这外衣给他脱了。为什么呀？打后背。有人来到柱子这儿，面朝柱子，背花吗？打后背，因为这个他再混蛋，他也不能打脸，真打脸打坏了也不好说啊。把手啊搂着这柱子，打那边就先捆上了，然后脖子这儿有这么一道，腰这儿有一道，腿底下有一道绳子，等于这个人跟柱子是抱在一起的，露出来后背。这儿就有人准备鞭子，这鞭子是什么呢？是牛皮跟鹿筋做的，裁好之后编小辫儿，牛皮裁成条，鹿筋弄好了编成小辫儿啊。一说打人了，拎一桶凉水，把这鞭子往里一泡。为什么呀？打起来又狠又损啊，坏呀啊！这弄好了，这几个大个儿撸胳膊挽袖子，破啊！把这鞭子拿出来，就这么一捋，抡起来，啪！从右往左先来一下，紧跟着从左往右，啪！又来一下，就这2下，后背上这肉就翻出来了。这叫什么呀？这叫10字裴红，可不吗？后背10字裴红吗？啊，啪，肉就翻出来了。你别看10字裴红肉翻出来了，这还算好的，有那个蔫坏损的，打完之后这肉不翻出来，那就坏了，那容易死人啊！你翻出来，好歹你这是外伤啊，就怕闷在里头，那个人就离死不远了。简短接说吧，吵起来啊，噼啪噼啪，疼吗？能不疼吗？他也不是个武行啊，他是个念书人呐，
40来岁哪受得了啊？哎呦，疼的都不行了。这帮人是连打带骂啊。他这个刑园呢，它不是衙门口的大堂，实际上是安喜县县衙旁边的一个跨院。这个跨院呢，它也有门啊，这个门是开着的。这外边有老百姓，咱们前文书可介绍过，这个师爷跟这儿待了年头不短了，好几个县太爷都是他伺候走的。通过咱们这段时间对他的描述，你也知道这是个好人，他而且是本县的人，所以说呢，大伙儿对他都熟。叫有的门口一过，哎呦喂，这看见了，老王在这儿挨打了。哟，王先生、王师爷怎么不知道啊？开始1、2个站在门口看，越聚人越多，大伙儿瞧不下去了，咱们得救他。这个人缘就在这儿啊！你要是一天到晚的勒索老百姓那个，你挨打，大伙儿得叫好啊，得搬凳子坐那儿喝茶水嗑瓜子啊，也太遭恨了。今儿一瞧，这可不行。到最后，就这帮人，咱们进去吧，要往里边冲啊，往里边冲。这人院里还有人呢，人家20、30个兵呢，弄老百姓不假的一样吗？他说出去，也举着鞭子，有拿着棍子的。这老百姓呢往前跑的，哟呵，脑袋也破了，身上也挨了几下，冲了2回不敢冲，聚在门外边看着哭。一个是心疼师爷，一个是自个儿也疼。这怎么能这样呢？哎呀，这个老天爷呀，还有王法没有？谁救救啊？这会儿功夫，就听着路西那儿马挂銮铃，哗哗哗哗哗，马来了。大伙儿一回头，救命星啊，您可来了。谁呀？张三爷，他得来，他不来这就打死了。那是得来，该他出场了啊！骑着这匹踏雪乌骓，由打那边就过来了啊！这1天半的，这心里边恨的就不行了啊！也不知道上哪儿啊撒着点邪火去啊！老莫子这事儿，这不行，这小子不像话啊！这不尊重我大哥啊！反怎么办呢？骑着马出去兜了一圈啊！兜了一圈，解解心腻，稍微好点了，往回一走，就瞧见那儿围着一帮人，说话到跟前了。怎么了？哎，怎么脑袋还破了？哎呦喂，三爷好，您可来了啊！那个不知为什么督邮啊，都打人来着，他打这个王师爷的好人，已经打的都不行了，您快看看在那儿了啊！一听督邮俩字儿，张三爷兴奋了啊！怎么呢？可有机会了！一甩蹬，又打马上下来，分开众人，你们闪得开了！推开人，往院里就闯。院里的兵管你是谁，他出去！手里拿着鞭子，拿棍的过来啊，往上就打。他们狗仗人势行，但真按能耐，打不过张飞呀！啊，这一抬手扒了一个，一抬脚扁踹卧牛腿，嘡啷踹那儿去了，3步2步就到了跟前了。剩下这几个，这可不成，这他要干嘛啊？等他明白过味儿来，三爷进屋了，一进门正看见督邮。督邮呢，刚才端着杯喝水啊，这会儿刚把杯撂下，听院里乱，也是倒霉催的。要往外探头，就这一股子黑风啊！张飞就进来了，站在跟前，没等看明白是谁，张飞这巴掌伸出来跟蒲扇似的，抡圆了，啪，正打在脸上。督邮原地转了3圈，往后一倒，啪就挂墙上了。督邮心说呀，这墙上终于是有了名人字画了啊！缓了缓神儿，你
怎么牙掉了？你打的是我呀？打傻了，可不是你呗。三爷到跟前一抬手，先把头上这帽子给他打掉了。各位，从这儿开始，张三爷就犯了国家的王法了。为什么呢？他是朝廷的官员呐，你把他这帽子打掉了，你就已经犯了法了啊！但这会儿顾不过来了啊，帽子打掉，拿手一薅这发髻，那会儿人不是头发包起来吗？哎，一薅这发髻，往外就走。你要说揽着胳膊，你给我出来，他可能这样，唯独揽头发，你别这啊，疼啊！一人就领出来了，打里边往外一拽，外边还有兵丁呢，拿着家伙，嗨！可是谁敢上前呢？神鬼怕恶的呀！再一瞧，好，这黑爷眼珠子通红，要吃人的，这手抓着自个儿的大人啊，他不知道要干嘛呀！我还上，废话啊，看着就行啊，谁也不能为他去玩命去。就这一会儿功夫，张三爷抓着督邮打这院里边出去了，就到这行辕的门外，跨院的门口，门口都是老百姓，这，大伙儿都爱看啊！你看打谁，大伙儿都爱看，热闹吗？啊，到了门口了啊！张三爷一伸手，把这督邮身上他系着丝绦呢，哎，把丝绦解下来。啪啪啪两扣，他这门口这有拴马的桩子啊，就把人在桩子上捆好了。这地上啊也不知道谁呀，有一筐柳条。这柳条呢，就是刚才老百姓们可能是谁呀，捡来的或者打算烧柴火用的，正好就在这儿。三爷乐了，嘿，就是他了，一把就抄起来了。你叫督邮？哎，是，说话都不利索了。你找我大哥要金子了，这没给啊！我给你，我这儿有柳条金。柳条金呐，来吧！啪啪啪，打了多卖力气，咱不好说啊。反正这一筐柳条全抽折了。那些个兵也不敢过来呀，就在那看着啊。老百姓叫好啊，打了督邮啊，兔崽子味儿的。哎呦喂，救命啊！救命啊！就这会儿功夫，又打衙门那边，宣德来了，打起来了还不知道吗？啊，刘备啊，带着关羽急匆匆就过来了。三弟，你住手！看见了，你住手！哎，这说什么呀？张飞把手里柳条啪一扔，大哥，是这样的害民贼，你留他作甚？这刘备这心里边很复杂，为什么呢？之前想的是匡扶汉室，我是国家正式在编的县太爷，我要在这儿好好的工作。但现在这个状态，这事儿怎么圆？如果到上司那儿讲理，我讲不出理去，他说了算呢。我就愣了。关二爷关羽过来了，大哥，荆棘丛中弃安鸾凤。荆棘树枝上都是刺儿，这样的地上，这样的植物，它能落凤凰吗？啊？什么好鸟能在这地儿待着吗？是这个意思。哎，刘玄德叹了口气呀，罢了，这也是我刘玄德命所该然。张三爷看了看，哥哥，杀了他吧。都吓坏了，哎呀，几位爷，你可千万别去！哎呀，求求你们饶我一条狗命吧！啊！刘玄德叹了口气，参官呐，参官，我有心杀了你啊，恐怕脏了安喜县。
事到如今，说别的也没用。俺刘备空有一份报国之心，怎奈权臣当道。也罢，二弟，取印信前来。县官不有个印吗？印信前来，就在后屋。关羽去就拿出来了。刘大爷接过来，给督邮挂到脖子上了。将此印信退还朝廷，我弟兄三人从此要浪迹天涯。父老乡亲们，再会，再会。哥仨往外走，百姓们舍不得，但是也有那明白人，别拦着了，惹了大祸，赶紧让他们走，还能活条命。哥仨留在这儿出事了。哎呦，刘大人，您一路好走啊，我们谢谢您呐，我们谢谢您。哥仨骑着马由打县衙往外就走。那么说他这个行为叫什么？各位，裸辞。无计后果、没有前途的辞职，他叫裸辞。裸辞离了安喜县桃园弟兄万古传。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感谢合作媒体微博、微博综艺，感谢独家知识短视频合作平台秒懂百科，感谢新浪新闻、钉钉、接电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快坐，谢谢。听说是一个多么开心的事情啊！近山逐影几千秋，云锁高飞水自流。万里长江飘玉带，一轮银月滚金球。远自湖北3000里，近到江南16州。美景一时观不透，天缘有份再来游。来，天缘有份再来游，画中游。哎，这2遍都没猜对，这就没法跟你们玩，这知道啊？这个诗啊，有好几种说法啊。我们粗略统计一下，可能有4、5种，这里边来回的换某个词儿啊，其实也实在是没什么意思啊。玩会儿得了，不能老玩这个，没意思。说书是最开心的事情啦。哎，你看。该起哄不起哄，那救不了你们了啊！说书啊，其实还真是不需要特别多的人，尤其这种面对面的说书。你看，我们小时候看老先生说书，基本就这样，4、50人，8、90人啊。我印象很深，我们小时候听书，我们天津有一老前辈，这老前辈说书说的挺好，他有一个外号叫保了横。什么叫保了横呢？现场这观众啊，要是不超过10个人去，你就看他那个客气啊，谁都是他亲爹一样，那可哎呀，啊，这个只要一多了人，那算完了啊！观众超过10个人了，他今天挣钱了，这嘴咧着跟8万似的啊，就不好好搭理人了啊！观众您辛苦了，他也不理人家，外号叫保了横。我印象特别的深，有这老先生也都去世了。有时候可能也是我快上岁数了，我老爱怀念当年这些事儿，这些人挺好。那会儿就听书去，为什么要听书呢？我们小时候学说书的时候啊，就顶属说书这行难啊。我们得先伺候着先生，先生说书，我们在那跟着续个水啊，或者就坐边那么听着。说书没有人教你一句一句那么教。
你去听，你像观众一样去听。仨月下来，把这书听一遍，完事就直接问你会了吗？说不会，不会，别干这个了。你多余干这个，就愣告诉你，你多余干这个，就是他说你听，听完就得会。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行从业人少的原因。对呀，对呀，说书过去太挣钱了，说书多挣钱呢。你慢说书，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那会儿我跟说相声的老头聊天，老前辈，因为他岁数也不是特别大，没有想象中那种老前辈，但是他赶上了就所谓的在地上演出，马路上说相声撂地他赶上过，可他是小孩儿。我说你那会儿挣钱吗？他说我没有资格开整份儿，他是孩子，他学徒，他没有像正规演员一样，今天我挣多少钱，没有这个。那么他挣的钱呢，就是今儿啊大伙儿都分完了，还甩点零头给你吧，或者这有几张破的票短个角给你吧，他就挣这个钱。我说你挣这个钱是一个什么概念？他跟你这么说，这旁边那儿拉洋车的蹬三轮车的那大个那壮汉，他一天挣的钱啊，家里边7、8口，他这一天的钱全家7、8口人足吃足喝。我说你拿这零钱呢？他说我拿这一天的零钱就盯那拉洋车的干1个月的。这还是说相声的学徒，要到说书的先生那还了得呀，对不对呀？那会儿真挣钱呢。所以说这行他这么暴利就不能人人都能干，这叫天道。